煞之气确实是让气海转化的原因之一，不过为何会变成火蛇？是因为我被赤染蛇咬过。要想寻根溯源，还要从这18个气海开始研究。焚香门要的只是秘术，只字不提记载秘术的这本经书，难道他们不觉得这是个宝贝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为何地狱总不能空？为何永渡地狱者，诅咒诸天神佛？这火蛇气海其实是火蛇地狱，原来这才是神魂秘术的真正用处。修炼到最后，其实是让18个气海演化18层地狱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还怎么飞升？必须要另辟蹊径才能找到突破之法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继续。如今第1层火蛇地狱已成，便开始转化第2个气海。这层地狱的效果，必须要能保护我自己。不行，差一点便走火入魔。地狱乃是惩罚罪人，怎么能优先守护自身？超度，对，是超度。地狱的酷刑并非要害人，而是要劝人迷途知返，让其回头朝是岸。我应以洪钟大吕震慑其恶念，引导罪人忏悔。你又弄出什么鬼东西了？我只是练成了第2门神通。第2门神通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尊主说的不错，世上没有人能领悟2门不同的神通。我所领悟的神通也只有一个，名为18层地狱，而我只是刚修炼到第2层而已。你这第2层地狱又有什么用处？清心明神，并除杂念。我信你个鬼！来，让我看看你北疆一行有多少长进。尊主，我说了，这铜钟能为我清心明神。不错，反应变快了些。你这钟还挺硬。不错不错，你这18层地狱的神通当真玄妙无比，连我都差点着了道。不过，既然这铜钟能护身，你就别随意撤销。自己既然立于不败之地，就不要主动露出破绽。我也不想，但这铜钟地狱初学乍练，坚持不了许久。那就继续努力，等你修炼到河道境界，说不定你也能称一声魔尊。魔门修士不是只要到了河道境界都算魔尊吗？哪有这般简单？当年魔门的河道境可不止18个。之前你说无救魔尊偷袭了赤炼魔尊，这才让赤炼魔尊被正道武门杀死。具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事儿不能说。修为高到一定境界，所有与自己相关的事情都会有所改变。武者在卜算高阶修士吉凶时容易反噬，便是这个道理。这个秘密与焚香门关系密切，我们聊多了，说不定陆行舟那老不死便有感应了。尊主，你是不是学完了18位魔尊的本事都能教我吗？你这小子贪得无厌，你还想学会18位魔尊的本事？那你算什么？天地间最大的魔头？艺多不压身嘛。修行之路艰难苦险那么多，多学点本事总不错。若不是没那天赋，我都想请张真人教我清河剑诀呢。哼，想得到美！18魔尊的本事，我要是全都会，我早就一巴掌镇压了天下。用得着跟你躲在这偏僻之处建城？那你会几种？我就只有赤炼圣教的传承。你要学，我能教你。至于别的，我也不会。多谢尊主，你好好修行，抓紧时间将钢煞炼体这关完成了。再过几天，还都城便要建好了，到时候要举行开宗仪式，必须要弄得风风光光。开宗仪式
需要弄得这么隆重吗？别的宗门或许可以低调，但黄泉宗不行。你可别忘了，你承诺要让那些祖灵香火不绝。偌大一个黄泉宗，容得下这么多祖灵吗？你想过没有？那些乱七八糟的香火会影响赤炼蛇佛的灵性，所以这跟开宗仪式有何关系？当然有，因为当年涅槃宗便是这么玩的。在涅槃宗还统治北疆之时，他们只有一尊佛，便是那金狮佛陀。但那些信口雌黄瞎编出来的故事，被信徒们用香火愿力弄成真了。那涅槃宗最后如何处置？他们编了一套封神之说，将这些混沌不明的祖灵封各种神位，然后又编造了一套天人五衰的说法，让这种祖灵去渡劫，让这些香火之神一一陨落。涅槃宗就靠着这手段愚弄凡人，将北疆变成他们的羊圈。我们总不能照涅槃宗的法子来做，那不真成了魔门了？不错，正是如此。我们不能照搬，但这封神也是要做的。祖灵繁杂，香火愿力相互影响，终究会出大问题。你必须琢磨出一套规矩来，将其分门别类安排好，将这套香火之道改良一番。我？别妄自菲薄。上次我受审之时，你弄出来的那个阎王，我看着不是凭空想象而来。到时候再请张琪来见证，那这些祖灵便不是什么孤魂野鬼，而是咱们黄泉宗的香火神。还要请张真人来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旁门立派这么简单吗？不仅仅是清河剑派，5大门派都要请人来见证，如此一来才算是被认证的旁门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这香火之道也是涅槃宗的手段。风玄果然不一般啊，怪不得高阶修士动不动就毁天灭地，张真人一剑能横跨千里，连天都展开。方圆大师一掌打灭天边的星星，假以时日，我也可以做到。师父，修为又有长进了。徒儿已经修炼到通玄境。徒儿，我累了。师父，你真的一心求死的话，你早就离开万魂幡，然后灰飞烟灭了，也不用等到徒儿回来。其实，你还是想活，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而已。谁不想活？那你纠结什么呢？若是只为当年之事，你躺在这里等死就能解决吗？想死又不够狠令，想弥补又什么也不做。师父，你这样真的好废物，徒儿都要看不起你了。都不知道过去多少年，那些人的神魂都已经散了。谁跟你说魂飞魄散就完了的？徒儿正在打造轮回，能让阴魂重新投胎为人，哪怕是魂飞魄散，我也能想办法将它变回来。你就吹牛吧！追师修行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知道魂飞魄散是什么下场？这正是徒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徒儿要打造的轮回，是所有人死后神魂便会自己堕入轮回，包括那些因为意外而魂飞魄散之人。这轮回之力，竟是要为他们重塑神魂。真的可行？不知道，但徒儿正在为此而努力。师父，你也知道天书秘术，号称记载了这开天辟地所有的规则，神魂的聚散应当也是规则之一。若是徒儿能集齐全部天书秘术，说不定真能再造乾坤，逆转时空。逆转时空，谈何容易呀！徒儿不会去想失败了如何，凡事只有做了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就像当初我拜师之时，师父，你想过我能1年时间修炼到通玄境吗？那天书秘术究竟有多少本呢？徒儿不知道，但我想焚香门一定很清楚。焚香门？不错，焚香门是当今世上掌握天书秘术最多的门派，徒儿迟早会与他们彻底翻脸。徒儿胜了，天书秘术进入我手；徒儿若是败了，那万事皆休。师父，你难道不想知道结果吗？师父，徒儿身边可用之人太少，能信任的人更少。徒儿只想请师父你委屈一下自己，为我多活几年。请那位庞道友进来吧。
燃灯派庞问，见过莫首座。庞道有来意，我已知晓，请你复述一遍当日的情形。我与那陈烨第一次相见，是在北疆圣城的大门之前。当时他骑着一只通体漆黑的乌鸦灵兽从天而降，身旁还带着一个北疆女子。北疆女子，大概是那陈烨在北疆收的仆人。北疆有不少农奴，上位者也以奴隶多寡来区分地位高低。请道友继续。我上前与那陈烨攀谈，可对方态度冷淡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难样，似乎早就对我有所低定。我见正面打闻消息无望，便换了一种策略，打算破坏他在北疆立威的计划。道友辛苦了，且退下吧。是，尊主说过，按照他的说辞，就算是卜者也算不出破绽来。师父，已经见过那个燃灯派的小辈了，已经见过了。仔细听他说完了全部经过。算出什么了？根本不需要卜算，他说的多半是谎言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他声称陈烨畏惧焚香门，故而将所谓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。但仔细想想，能公然将魏长生捆绑带走，这般胆识过人之本，岂是几句恐吓便能使其吐露秘密？你呀，这番言论若被旁人听去，怕是又要遭人背后议论了。随他们说去，若单凭背后嚼舌根便能长生不老，焚香门早就全是河道境。那你觉得是这庞问骗了我们，还是他被那陈烨骗了？按照常理，应当是庞问被陈烨骗了，以为自己得知真相，所以前来报信。他毕竟是燃灯派弟子，没道理帮陈烨瞒骗焚香门。按照常理，那就是说你有不按照常理的判断喽。徒儿觉得这庞问已经成了陈烨的帮手，两人联手送来虚假的消息，就是希望焚香门当道。不错，能拨开重重迷雾，摒弃固有常理，如此方能洞察真相。若凡事皆以常理判断，日后当你算出那些超乎想象的卦象时，可就难以参透其中奥秘了。徒儿明白。不，你还不够明白。徒儿，去算一卦，藏着的究竟是何物？那黄泉宗地底确实藏着与无咎魔尊有关之物，而且是血肉相连之物。为师刚才教过你，不要用常理来推算，为何不能是你猜对了？卜算结果也是对的。师父，你是说那黄泉宗地下确实有无咎魔尊的血肉？但真正的宝物不止这一个，还有比无咎魔尊的血肉更珍贵的宝贝。这段时间闭关总算是有些长进了，先以理性推断，再以卜算为准，但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要比这二者更为重要。多谢师父指点，徒儿一定会牢记在心。就算那陈烨真得到了什么稀世珍宝，我们堂堂焚香门还要去抢夺一个散修的宝贝不成？倒不如就顺着庞问所言，看看长生堂的老鬼是否真的堕落成魔，连这等东西都要争抢。既然长生堂本就信不过我们，为何还要让我们来卜算真相？那是因为为师的口碑好啊，焚香门上下都知道我有话直说。长生堂那老鬼再恨我，也相信我不会坏了自己的招牌。那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毁了师父你的名声？想什么呢？这是你算的结果，又不是我算出来的。你的每日三卦，不是只有其一为真吗？多谢师父。多谢多谢什么？你替谁多谢为师呢？师父，我与他之间并无私情，我在白骸谷与他相识，纯属机缘巧合，相处时间也不过短短数日。我教他卜算之术，他则将天书秘术赠予我，枉多说，也不过是亦师亦友的情谊。为师言尽于此，长生堂那边的事儿，为师自会应付。你且去专心修炼吧。陈烨邀请我前往昏昏城参加开宗立派典礼，
在这般敏感时刻，若是我去，那怕是坐实了两人之间的谣言。长生堂堂主怕是也要有所怀疑。可陈烨创立黄泉宗，特意发信邀请我，若是不去赴约，又怕他心生误会。罢了，还是等日后有缘相见时，再向他解释清楚吧。如今正好借着此事，与他划清界限。如此一来，长生堂想必会更加相信师父所言，他在北疆也能少些麻烦。难道陈烨早就猜到了我会陷入两难，所以才会让清河剑派出面？否则清河剑派自己参加便是了，何必向焚香门发来邀请？这未卜先知的手段，究竟谁才是老师，谁才是学生？为何要把开宗立派的日子定在7月14？你也懂些卜算之术，该清楚这日子绝非什么黄道吉日。7月14是个好日子，方崩城本就是大半属于阴魂。7月14阴阳颠倒，正是我黄泉宗开宗立派最好的日子。我可从未想过黄泉宗要以阴魂为主。你小子日后难道不打算收徒弟了？倒也不是完全不收，只是你看看，黄泉宗如今已有10几万阴魂，哪个修行门派能一口气收10几万徒弟？从一开始，黄泉宗便注定了回避人多罢了。这黄泉宗确实是前无古人，不能因循旧律。7月14就7月14。依照你先前的构想，这127个总兵暂且列为城隍，每个城隍都配备主簿、太岁以及60甲子阴兵。不过关于城隍麾下的阴兵，你小子需要多炼制一些万魂幡了。如今汾都城的阴魂还不能随意行动，需要有万魂幡的守护。你师父要如何安排，你已经说服他了。我会将日游神之职留给师父。日游神就是负责巡查的职务，你还真是个欺师灭祖的好徒弟。我以为你至少给他留一个十殿要阎王的位置。师父不适合当阎王，什么都扔给我，那你这几个月完全当甩手掌柜，还想继续修炼你的18层地狱神通？欲速则不达，第2层铜中地狱我都没完全掌握，再修炼只会适得其反。刚做好的麻将没玩2天便坏了，不是麻将的质量不好，而是阴魂身上的死气会腐蚀那些无灵气加持的物件。若非唐都城有阵法守护，恐怕这座城市早就被10万阴魂的死气腐蚀成废墟。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戒教戒造，戒教戒造。还请现身，与我一叙。宗主有何吩咐？幽冥渺渺，黄泉路遥，今以香火渡尔孤魂，只作前马，烟化云桥，愿成此念，早脱苦巢。这是何物？香火愿力凝聚之物，果然能送到你的手上。此物有何用处？这也没什么用处，想来是我念诵导言，将自身的香火愿力注入其中，对白骨祖灵有了影响。宗主，除了这麻将之外，还能烧别的东西吗？你想要何物？我受了许多年的祭祀，但也不曾尝过人间烟火。我如今只想知道肉是何种味道。好，我还是第一次尝到味道，这便是甜味吗？多谢宗主，此恩此德，万世难忘。往后我会在丰都定下祭祀之日，诸位都可以享受供奉，不过未必能有这顿饭的味道。宗主，北疆各部族皆有世代相传的祭祀仪规，若要强行推广新的法门，
恐怕会遇到不小的阻力。那你可有何良策？依我之见，与其我们费力劝说，不如让祖灵亲自开口。既然这城隍阁拥有沟通乃至显化各位城隍的威能，何不召集各部族的大祭司前来番都城进行一次朝圣呢？朝圣？正是。北疆各部祭司10次中未必有1次能得到祖灵的明确回应，但在宗主您的城隍阁中，情况则截然不同。只要让那些祭司亲眼见证诸位城隍在此听令于您，他们自然会明白，黄泉宗才是所有祖灵真正的主宰。这套路不正是当年涅槃宗用过的手段吗？让诸部祭司前来朝圣可以，3跪9叩就免了。我黄泉宗的道统并非愚民，也无需让北疆人除敬神之外别无他物。可是宗主，如此一来就不能确保有人敢生出叛逆之心，会不会造反？我并非要当北疆的王，他们造不造反需要担心的是各族的头领，与我何干？你本是北疆人，多为北疆人想想，等你行善积德足够了，或许你也能上这城隍阁享受香火祭祀。眼前的这位宗主与那些野心家截然不同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圣人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若是蒙蔽灵智，让人只知求神拜佛，那与禽兽何异？我看你小子是静极思动，耐不住这荒凉地的寂寞，想找个由头回中原繁华地带快活快活吧。我还真准备出去走走，有尊主你坐镇，我也不用天天在城里盯着。我也正好去白海谷探访朋友。你如今也是通玄境修士，此番回中原算得上衣锦还乡，顺道为黄泉宗招揽些弟子回来。开宗大典，我与你师父不便抛头露面，不能只让那些北疆的凡夫俗子撑场面。罢了，先去一趟白海谷看看情况，或许能有所获。这家伙飞的是快了，可这御风挡风的法门却是死活学不会。这位道友，请问到访白海谷是参加此地的修士集会？在下黄宗陈烨，特来白海谷拜访几位朋友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原来是陈道友，失敬失敬，在下散修李凡。李道友是近些时日才到白海谷的。不瞒陈道友，在下确实是数日前才抵达此地，听闻在此处迎客可以赚取些许苍珠，便接下了这份差事。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陈道友海涵。道友客气了，修士集会又开始了。我记得上一次集会结束，似乎还未满1年。看来陈道友确实是故地重游了。白海谷的修士集并无定规，只要5大门派有此意愿，随时都可召集。我等散修听闻消息，觉得正是互通有无的好时机，便也顺势将集会一并举办了。陈道友太客气了，这点消息算不得什么，无功不受禄。这研法大会其实更侧重于法术心得的交流与切磋。这研法大会还有几天，如今已经是最后3日了。前面那些简单的谜题早已被破解，如今只剩下最难的那些谜题了。黄泉宗陈烨，这名字我怎么好像听谁提起过？难道我不小心遇到了真正的前辈高人？长兄，这事种得越来越好了。哈哈，好兄弟，许久未见，今日不醉无归。长兄知道的，我不会喝酒。喝茶也行，我正好酿了些蜜，我去取来。好茶，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的茶。那是当然，我花了许多心思采的百花蜜，又专门去买了些灵测养出来的茶树，每一片茶叶都是我亲自挑精品。看来长兄近来的日子颇为悠闲，都能花心思在跑茶上了。刚杀炼体之后，须长100余年寿命。这通玄境啊，要看悟性，也要看运气。我自知天赋平平，再苦修也是无用，不妨养花种树，过些悠闲日子。说不定哪天想通了，突然就推开天地玄门，领悟神通了呢。侯兄与吕兄呢？他们是去研法大会上凑热闹吗？不错，那边正热闹，哪怕赚不到什么奖励，看看别人的精妙法术也不亏。我就有些懒了，宁愿在洞府里躲清静。长兄，我准备在北疆开宗立派，想请你与2位兄弟加入我黄泉宗，当一位客卿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开宗立派？陈兄弟，你是遇着什么高人拜入师门了？不，我便是黄泉宗主。加入黄泉宗自然没有问题，陈兄弟若有需要，尽管吩咐便是。不过，为何你会突然想到开宗立派？长兄难道没听说北疆那边发生的大事吗？涅槃宗血祭了10几万北疆之众，然后被清河剑伴张真人一剑重创，死了不知道多少个魔头。陈兄弟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怕是没听清，你说你如今是何境界？通玄境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陈兄弟，你才修行了多久？
你刚到白海谷的时候才初入七海，你怎么就通玄了呢？我有奇遇。这还能叫奇遇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张真人是你亲爹吗？我白日梦都不敢这么做。我不仅与张真人没有任何关系，张真人还说我毫无练剑的天赋。行了，别安慰我了，我这就去让侯禄和吕福寿回来。长兄，你还没说要不要加入我黄泉宗呢？我不是说了，但凡你有吩咐，我赴汤蹈火也要答应下来。黄泉宗肯定要加入的。等下你别跟他们俩说那么详细，我得吓一吓他们两个，不能只有我一个丢人。好，我帮你好好吓唬他们。走，我们也去那研法大会瞧瞧热闹。这法宝不曾见你用过，什么时候换的？研法大会上换回来的。没想到我的培土之术也能被云路仙宗看上，他们用这法宝换了我的法术。这宝贝能吸纳青木灵气，调理身体，常年使用还能延寿。能延寿？那当真是很不错的宝贝了。好厉害的阵法，竟然汲取了地脉之力来维持。这七彩迷阵正是云路仙宗的手笔，要么落地请云路弟子带路，要么从天上飞入自行破阵。若能勘破迷阵，不但能入内，还能得奖励。陈兄弟，有兴趣试试吗？若是破阵失败，会有惩罚吗？惩罚倒没有，只要大喊认输，云路仙宗弟子就会带你离开。不过多少有点丢人。兄弟，你如今是黄泉宗宗主，若真这么喊，怕是会坏了宗门名声。原来只是这种后果，那又有何妨？输了便是输了。败给云路仙宗的阵法，不算丢人。长兄，你先进去，我去试试。喂，新来的，让你的鸟别乱动，我好不容易赚回来。破山剑，李明路，是你吗，李道友？眼光不错啊，竟然能认出我来。你是？是我，陈烨。当初我们在擂台上斗法，你不记得吗？抱歉，刚才没认出你来。李道友，你在这迷阵中困了多久？能跟我说说你的发现吗？我也是刚来，这破地方上下都分不清，连方向都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线索。这里不能御剑飞行吗？我记得李兄你的宝剑可以载人啊。我倒是想，但你自己看吧。这地方还会干扰法宝？李道友，借你飞剑一用。恭喜陈道友顺利勘破迷阵，在下云路仙宗于慎行，在下天生腿疾，自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。家师也曾为我遍寻良方，可惜此乃先天之缺，非后天之力可轻易弥补，是晚辈失礼了，于兄海涵。无妨无妨，于某早已习惯，况且腿脚不便并不影响修行，又有这法宝轮椅代步，与常人无恙。于兄心胸开阔，坦荡豁达，晚辈佩服。于某亦十分佩服道友，不知陈道友可有兴趣加入我云路仙宗？啊！道友，你方才破解迷阵用时极短，堪称历届研法大会中最快者之一，这份悟性与天赋实属罕见。我云路仙宗自然是希望能收入门旁，悉心培养。若是另投他派，尊主怕是要追杀到天涯海角，亲手把我的脑袋拧下来。多谢于兄厚爱，可惜我已有宗门，不能加入云力仙宗了，还请于兄见谅。今日能与道友结识，也算是一场缘分，我便托大叫你一声贤弟。原本勘破迷阵之人可以选一件宝贝，但今日我们相逢恨晚，我一向做主，让你任选2件。
我选这枚法术玉结和这根竹笋。贤弟不妨在这研法大会上多逛逛，还有好几道谜题未曾被人解开。以贤弟的本事，说不定就能拔得头筹。承您贵言，我一定会去见识一番。请教于兄一个问题，不过有些唐突，请于兄见谅。贤弟但说无妨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我想问问，可有人想拜入云里仙宗，但被贵宗拒绝了的？能否介绍给我认识？我黄泉宗正缺些门人弟子，云路仙宗一般只会对有天赋的修士发出邀请，不会公开招揽弟子，所以也谈不上有人来投，然后被拒绝。这个忙我恐怕是帮不上了。我听闻五大门派都有自己的附属旁门，清河剑派有清河派，焚香门有燃灯派，云里仙宗应该也有类似的旁门依附吧？燃灯派确实算得上是焚香门的附属，但五大门派之中也只有焚香门如此操作，清河派更是明着欺负清河剑派的正直。我想张真人但凡对弱者狠辣一些，他们也不敢这般明目张胆地占清河剑派的便宜。云路仙宗虽然与世无争，但也不是谁都敢欺负到头上的。道友为何会想到做这种东西？我以前养过一只灵宠，也是飞禽，当时就觉得天天被风吹得难受，但一直没琢磨着怎么改良。前些日子我那灵宠受尽而去，我才发现我自己也时日无多，也不知咋的，就突然想做些以前忘了的小事儿，似乎于我已经无用。道友若是看上了，一枚苍珠便拿去吧。道友若是得空，不妨到北疆走走，在下黄泉宗陈烨。北疆也好，苦修100年都要入土了，也该到处走走。到了那边，那我一定扫他乡一杯茶。陈兄弟，你当真已经到了通玄境？我就说改名有用吧，从我们改名福禄寿开始，这好运就没停过，一直逢凶化吉。再多的福气也不能老是挂在嘴边啊。三位兄长刚才是在研究这个谜题吗？我们走了半天，也就这个可以琢磨一下了。哎，难事一点都不难，将这木球吹起来就行。我刚才尝试了半天，也就吹起来1米高。恭喜阁下获了第2名的记录。按照规矩，道友若是愿意公示这阵法，可以获得1枚保生丹或者等值的苍珠。这么丰厚的奖励，只有前3才有如此丰厚的奖励。应该有不少人不想展示自己设计的阵法吧？我这第2名恐怕名不副真。道友放心，能上前10名的都有分享交流之意，每隔几天他们都会回来瞧一瞧。踢山之石可以攻云，分享心得的人越多，这阵法之道才能越来越博大精深。若非为了公平起见，这第1名的阵法也是愿意公示的，只等有人破了他的记录，众人方可得见。我想再挑战一次。打破自己的记录是不能重复获奖的。有人曾经以为藏拙，一点点推高记录，可以不断领取丹药奖励，但我们云路仙宗不欢迎这种投机取巧之辈。道友放心，我只是想看看那第1名所设计的阵法。原来你小子跑到这里来了。来，我们再赌一场。道友不觉得自己有些咄咄逼人吗？我怎么咄咄逼人了？怎么你赢了我蜃楼派，落了我们的面子，却不许别人找回来吗？好，那你要赌什么？就赌这个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既然你先来，想来已经研究了许久。我从现在开始，谁能解开这谜题，便算谁赢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，不管输赢，这次之后，我们便再无瓜葛。能否对木球造成损伤，碎掉也算。按最高点计算高度，就算木球破损了也算。那我赢定了。哼哼。厉害，恭喜道友得了第1名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现在认输有什么不同吗？哈哈，你现在认输倒是真的来得及。我不信你能比我强，而且刚才你自己也说了，现在认输有什么不同呢？有的，现在认输，你可以安慰自己跟我旗鼓相当，只差一丝。等我的阵法启用，你就会发现自己输得五体投地。这样也能算？请道友稍等，我得去请示一番。应有之义，
不过，既然这位玉道友也算过关了，那能否将之前那位第1名的阵图公开？这阵法将木球催发生机，长出了3尺层高的小树苗。李凡，该不会是重名吧？这不就是刚刚入谷时见到的那个木嫩的小修士吗？贤弟，当真是奇思妙想啊！这份巧妙心思令人佩服。这如何能不算？木焰成灰，吹起的黑烟怎么就不算了？当然算。恭喜贤弟拿了第1名。不公平，赢的应该是我。你以锋刃破坏木球，他用火烧，都是一样的手段，凭什么不算？你们欺人太甚！究竟是谁欺人太甚？你蜃楼派就是这么输不起？秦泽当初与我在擂台上斗法，双方都按照规矩来，输了就是输了。结果你因此就纠缠于我，一次次出言挑衅。如今你我都是耍了手段，你们蜃楼派就是如此霸道，天下的好处必须都是你们的，旁人就半点也沾不得。那这次算我输了，我要跟你赌第2次。滚！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。短短10日不见，陈道友修为进展神速，连我都佩服。人是何时来的？该不会一直跟在这玉行身后吧？怎么还要怪到我的头上？有何不可？真人若是从一开始便跟着玉行身后，难道不曾见到他对我口出狂言，一次次挑衅骚扰？若是亲眼所见，为何不出手阻止？难道是故意纵容吗？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对我动手！紫烟道友何必与小辈计较呢？一场误会而已，给我一个面子可好？误会？他是要问我的罪，要让蜃楼派背上纵容弟子行凶的罪名。若是不给个交代，蜃楼派的名声怎么算？多谢云路仙宗的诸位，在研法大会上弄这种闹剧，非我所愿。但紫烟真人说的不错，我确实想问一句。你们蜃楼派是否承认故意纵容弟子向旁人挑衅，一次次咄咄逼人的逼我与他比斗？是或者不是？请给我一个答复。好，很好，我就说这小子分明就是来闹事的。阳朔道友，这里是你的地方，我也不让你为难，便让我与他到外面去解决。小子，敢不敢跟我来？你要说法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说法。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若是蜃楼派当真问心无愧，还需要挑选地方吗？除非你不是要与我讲道理，而是想用拳头让我不怕了。你若真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应该知道，嘴上占便宜没有任何用处。若是无用，你又怕什么？何必要避开众人呢？无非仗着自己门派实力强大，自身修为又高，所以可以肆意妄为。玉行多次挑衅，我都努力忍让，结果他一而再再而三挑衅，不就是因为觉得我好欺负吗？现在小的不占理之后，老的跳出来以势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论个高低好了。他不是要在擂台上与我斗法吗？我黄泉宗陈烨在此，擂台上等你们蜃楼派来挑战。秦泽也好，玉行也罢，就算是你紫烟真人，我也乐意奉陪。你们不爱讲理，我便不与你们浪费时间。一尘道友，你家的陈烨与蜃楼派闹起来了，快来劝一劝。怎么，研法大会出意外了？确实是有意外，而且麻烦不小。那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云路仙宗都把控不住吗？事关陈烨，他跟蜃楼派的紫烟真人闹起来了。陈烨的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是要在北疆开宗立派吗？一派之尊做些什么？那轮得到我们清河剑派指手画脚？陈烨绝不是主动惹是生非之人，多半是蜃楼派又在仗势欺人。夫人，你先想想下一步棋，我去就回。诸位，这是要复刻当初赤染蛇之灾吗？一尘道友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来劝劝这两位。是要请我清河剑派介入吗？诸位可想好了，若是清河剑派介入，那便要用清河剑派的规矩来。涉事的双方，不管之前是何恩怨，也不管是什么身份地位，我们只论对错。多谢王师兄仗义直言，我虽问心无愧，但此事清河剑派不便介入。这是我黄泉宗与蜃楼派的过节。不错，这才是一派之尊的风范。道友已不是当初那寂寂无闻的小仙士。诸位若是还要闹下去，那就请离开此地。慎行，替为师送客。饶了研法大会，实属无奈。贤弟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我都常驻白骸谷，也算相识一场。紫烟道友，听我一句劝，将那玉行交出去，教训一番便可解决。
就因为区区几个散修，让我将蜃楼派的弟子交出去。紫妍真人，蜃楼派也是正道五门之一，什么时候开始只论身份不讲道理了？哼，人有亲疏远近，此乃人之常情。你们清河剑派何尝不是因为与陈烨关系匪浅而站在他那边？蜃楼派的弟子犯了错，自有门规处罚，轮不到外人来多嘴。那你蜃楼平派将疯子放出来害人啊？你若是在蜃楼派内惹是生非，外人当然不会多嘴。但你都欺负到黄泉宗头上，你还说什么自有门规处罚？那不是以势压人吗？王一晨，你要做什么？按照你刚才说的，我今日将你斩了，将来蜃楼派来问罪时，我家掌门说清河剑派会自行处置，让蜃楼派闭嘴。不知道紫妍真人你同意吗？你敢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清河剑派弟子可绝不敢蛮不讲理、仗势欺人。今日是陈烨让清河剑派不要插手，我给他这个面子。但若是蜃楼派当真要以大欺小，那别怪我将此事汇报给掌门，再向蜃楼派讨个公道。是徒儿没能处理好，让师父为难。怪不得你，年轻人谁没有一点傲气？他如此，你也如此，那陈烨自然也是如此。只不过有人的傲气是不卑不亢，有些人的傲气是自以为是，初生牛驴不怕虎。蜃楼派这次怕要再次丢人。师父，你觉得陈烨能赢？有清河剑派那位张真人压着，蜃楼派再厉害，还能杀了陈烨不成？要讲道理，理亏的是蜃楼派。要擂台比武，陈烨如今更是通玄境，蜃楼派年轻一辈，哪有人是他的对手？我听说他上次赢得取巧，并非真胜过了秦泽。当一个修士能用1年时间修炼到通玄境，那他便不可以用常理来推断。而且之前他在迷宫幻境之前所用的法术，连为师都有点看不明白。如今苏纯一晋升化神，通玄境的修士里面有可能胜过陈烨的不足1掌之数。蜃楼派真要跟他上擂，会派出那位灵光仙？传闻中这人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蜃楼派之外连这人是男女老幼都分不清楚。不错，蜃楼派最厉害的通玄境修士，当年若非苏纯一临战突破，剑光更上一层楼，恐怕是破不开灵光仙的幻阵。这两人若是上了擂台，那便又是通玄境第1人之争了。多谢诸位仗义之言，不过此次乃是黄泉宗与蜃楼派之间的矛盾，我不能牵连了各位。陈兄弟这话就见外了。当初你为我等洗刷冤屈，孤身闯焚香门驻地，擒拿元凶魏长生，那是与你何干？你本可置身事外，却为我等挺身而出，以身犯险。今日之事，怎能算牵连？长兄所言极是，陈道友与我等有救命之恩，恩情似海，今日正是报答之时。是那神楼派欺人太甚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理？陈兄弟，你准备怎么做？我们可以将蜃楼派的所作所为传出去，让众人看看这正道五门的嘴脸，就像是当初那魏长生一样，让他当众忏悔罪孽。玉曾说到底只是行事嚣张，惹人厌烦。要说罪行，倒不至于与魏长生相比。陈烨，这是蜃楼派的战书。诸般恩怨，擂台决断，后日午时，不见不散。我知道，劳烦道友了。一点小事，我本就是做这个的。不过陈兄弟，何苦要与蜃楼派结怨呢？这一次，他们怕是要让那灵光仙出战。灵光仙，你应该也听说过，清河剑派苏纯一曾经是通玄境第1，这名号便是数年之前斗法擂台上赢来的。而这灵光仙便是排名第2，当初一招惜败，输给了那位苏剑仙。陈兄弟，哦不，宗主，您打算如何应对？听鲁道友所言，那灵光仙之事不好对付啊。如何对付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全力以赴便是。擂台斗法，本就有输有输。若是输了呢？输了便输了，我若败北，只能说明我技不如人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之前的道理有错，只是力有未逮，暂时无法惩戒狂徒罢了。不过，我觉得我能赢。莫非您在北疆又炼制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法宝？要说法宝嘛，我要先回黄泉宗取些法宝应对这场斗法，有事要麻烦3位。那就请3位帮我留意李凡这个散修，我觉得这人天赋不凡，人品似乎也不错，麻烦帮我打听一番，若是合适的话，帮我邀请他加入黄泉宗。如今宗门人丁单薄，也请3位帮我寻些合适的弟子招收进来。回来的这么快，惹麻烦了吧？尊主，你越来越了解我了。
以你的性子，不会主动惹事。说吧，这是惹了谁？好，这才是我黄泉宗的宗主，修为差些又如何？一派之尊怎能容旁人如此欺侮？就该给蜃楼派一点厉害瞧瞧。放心，就算蜃楼派举步来攻，我们黄泉宗也挡得住。这一战既然是黄泉宗立威之战，那便全力以赴。若是能赢得漂亮，招收弟子应该也能轻松些。而且阴魂之事迟早要公之于众，不如趁着清河剑派有人在旁，早点将事情挑明了，免得后面传出各种谣言来。蜃楼派倒不至于因为这种小事就与黄泉宗开战，只是这次的对手有些特殊。这灵光仙听着神秘莫测，所以我需要带上万魂幡。至于吗？有点太欺负人了吧？这一战既然是黄泉宗立威之战，那便全力以赴。若是能赢得漂亮，招收弟子应该也能轻松些。而且阴魂之事迟早要公之于众，不如趁着清河剑派有人在旁，早点将事情挑明了，免得后面传出各种谣言来。既然如此，便带上这件法宝吧。不过切记对战之时不要放出太多阴魂，若无阵法压制，死气会污染大地，让洞天福地变成死地。那5大门派怕是要挑你的错。宗主敕令，诸魂归位。唯有尝尽罪孽，看破执念，方能褪去恶相，重塑人魂。宗主，白玉光奉诏而来。你可曾听闻蜃楼派中有一个弟子，名叫灵光仙？宗主是从何处得知这个名字的？哦，听你这反应，莫非你与灵光仙相熟？可你的主人不是秦泽吗？宗主，我确实很了解灵光仙，他深居简出，几乎不会离开蜃楼派。玉兴已经缠上我，还把事闹上了擂台，所以这事恐怕避不开了。你既然了解灵光仙，便说说他的本事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宗主，灵光仙唯一擅长的便是登峰造极的幻术，凡他见过、想过，甚至梦中虚构之物，只要灵力足够，都能演化成近乎真实的存在。这便是他的天赋神通吗？天赋神通，或许算吧。宗主，你真要与灵光仙斗法吗？能否高抬贵手，饶过他？你先前对蜃楼派恨之入骨，如今却为灵光仙求情，莫非你们关系不错？不对，你是法宝系列，难道你之前的主人就是灵光仙？不，灵光仙没有任何法宝，蜃楼派的法宝他都用不着。宗主，你救过我，灵光仙也救过我，我实在不忍你们相争。这一场斗法，能请你认输吗？你若于心不忍，此战我不会强求你相助，但这一战关乎黄泉宗声誉，我不能认输。我会尽量控制力量，不伤他性命。你若说出他的极限与弱点，我反而更能避免失手伤他。宗主，这场斗法关乎蜃楼派的面子，若他输了，恐怕会遭受重罚。不至于吧？秦泽败给我，也没见被罚，只是自己回门派闭关而已。灵光仙不是蜃楼派弟子，而是蜃楼派的俘虏。俘虏？宗主，此事是蜃楼派不敢示人的秘密。那灵光仙根本不是人，而是……竟是这些蝇营凿葛之事，随他们闹去吧。我要闭关修行。副掌门既然惦记掌门之位，索性便送他了。准了。正因如此，他没有被炼成法宝，反而被蜃楼派宣称为门人弟子。我成了法宝后，曾在他身旁待过一段时日，是他以圣气抚育我，教我说话认字。你可记得那龟墟之中究竟有什么？不记得。逃出龟墟时，我只有本能。后来我问过灵光仙，他也不曾提起。估计龟墟里有宝贝，灵光仙不敢告诉你，他怕你被蜃楼派逼问，最后连龟墟的秘密，连同所有圣妖都落进他们手里。那他得多可怜啊！若只有灵光仙一人知道这个秘密，蜃楼派岂不是会万般折磨他？我等圣妖又不是人，
人吃牛羊时也会扒皮抽筋，这与正魔有何关系？既然灵光仙是被囚禁的，为何蜃楼派还把他当弟子培养？他们还愿意放他出来斗法，就不怕他跑了？山妖肉身很弱，只能靠炫气对敌。那炫气其实就是我们的神魂。灵光仙每次出战都是吐出神魂才能千变万化，神魂离体不能长久，蜃楼派扣住他的肉身，他就跑不掉。那我也帮不上忙，总不能冲进蜃楼派，把灵光仙的肉身抢出来。既然宗主已经知道此事，我便豁出去助你打败灵光仙，但请宗主斗法之时不要留手，直接杀了他。杀了？你的意思是我打败灵光仙后，将他的神魂收入万魂幡？不错，既然我能在万魂幡中活下来，灵光仙也可以摆脱肉身，他才可能自由。我怕归墟的秘密被蜃楼派得知，以他们的暴虐，我那些同胞都难逃毒手。怕是不能，这次是擂台切磋，我若打杀灵光仙，蜃楼派必定要我偿命，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还有整个黄泉宗作为代价。宗主，求你救救他，也救救我们蜃妖，我们居于深海，从不曾害过人啊。灵光仙平时以神魂出游时，蜃楼派可曾拦过？蜃妖本就不爱出游，只愿守在一处蜗居。我记得灵光仙从不出门，只有蜃楼派需要时，他才会离开自己的小楼。也就是说，他可以随便出现，只是自己不愿意。但灵光仙若无故出门，必定会惹来蜃楼派注意。你能悄悄与灵光仙说话吗？不让任何人发现。可以，圣妖能以神魂交流。好，到时候你替我传几句话，能否让他逃出升天，就看造化了。陆兄，这排名怎么回事？上次我来的时候，不都是5大门派的名字挂在上面吗？因为道友你之前那一场打得太漂亮，不少散修想挑战你，便开始反复挑战排行榜上的人。一开始5大门派还迎战，但散修那么多，谁能受得了天天被人挑战？久而久之，他们都懒得应战了，那便主动认输，自然就换了别人的名字。还有半个时辰，又准备提前布置阵法吗？这次就不提前准备了，我怕蜃楼派又多一个心魔难除的弟子。不过紫妍真人这次也准备借法宝了，你这紫云烟罗杖都快成3姓家奴了。若是活物的神魂，也不该如此死寂。比斗开始！连阴魂都能幻化。白月光，你若有办法与他交流，就趁现在，我已无法再留手。请宗主借我些灵气。这小子何时学会了我蜃楼派的幻术？你从何处学会我的神通？我还以为这是蜃楼派的法术呢。看起来像，但这是蜃妖的神通，不是人能学会的。小七，竟然是你！他们说你已经死了，我差点就死了，是宗主救了我的命。我想让宗主也救你出苦海。阿大，跟我走吧。阿大，小七，我们蜃妖本没有名字，也没有雌雄之分，只能按照年纪和体型来区分。阿大是我们之中最聪明，也是长得最大的。无妨，不过请2位抓紧时间，不然外人怕是要起疑了。阿大，宗主愿意救你出苦海，只要你抛弃肉身，我们便可以到北疆风湖城重新生活。抛弃肉身，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死吗？我的身体都被炼制成圣珠，血肉成灰的痛苦，你应该也能体会。我们都是你抚养长大的，我不想你也落得这个下场。他们答应我，取得归墟中的东西之后，会将我们放回深海，永远不会再打搅。阿大，你将归墟的秘密告诉他们了？还没有，但他们承诺50年内不会再进归墟捕猎。如果他们能够做到，我就将秘密告诉他们。他们是骗你的！我知道，但我没办法，只能相信。还有办法，阿大，跟我离开吧，跟随宗主，你可以自由。那剩下的族人他们怎么办？宗主会有办法的，他会将我们一起带走。别画饼啊，
只说好带走灵光仙，怎么变成全部带走了？我又不能去蜃楼派偷。你真的能将我们都救出来吗？黄泉宗在北疆有一座城市，足以庇护你们。若能瞒住蜃楼派最好，免得他们上门生事。如果你愿意配合，营救之法我们可以日后慢慢商议。日后我不能离开蜃楼派太久，你如何与我商议了？你回到蜃楼派之后，应该可以回归自己的肉身。只要你吸入这些蛇毒，我便能在梦中与你相见。放心，此物不会有任何损伤，只是会让你昏睡片刻。若是你能救我神妖一族，我愿意生生世世侍奉你。怎么又变成整个神妖一族了？那如今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吗？你想赢，还是想假装输了？你若是输了，会受到什么惩罚？应该不会。蜃楼派的掌门已经答应我，这50年内不会伤害任何一只蜃妖，自然包括我在内。可是我认输，他们可能会怀疑。你是说他们会怀疑你故意认输？如果你只有刚才那些手段，那你赢不了我的。就算小七愿意帮你，你也赢不了。我会给你一个认输的理由，保证谁也不会怀疑。你得配合好，不能演砸了。我最擅长便是骗人。既然如此，那请道友小心了。孙无吃令，速速现身。道友还不认输？若再迟疑，休怪我收不住手了。我认输。此战，黄泉宗陈业胜。王道友，如此邪异的法宝，你们清河剑堂对此也要熟视无睹吗？先前尔等说此番是他缴获的，如今你又有何话说？可否当着众位道友的面，解释一下这万魂幡中为何会多出这10几万阴魂？诸位道友，请容陈某详述这万魂幡的来历。眼前这10余万阴魂，皆是我等从北疆血祭惨案中救下的亡魂。诸位若有任何疑惑，都可上前来，握住这杆万魂幡，便知道我所言是真是假。你这法宝没有禁制。我是为离世之人寻一处安身之所，而不是为了将他们变成奴隶。其中阴魂也不受任何限制。如今的年轻人让我自愧不如啊！真人若是不信，何不上前亲自验证一番？这陈业当真赐予而得自由，若有任何冤屈、任何不满，我蜃楼派皆可为而得做主。堂堂化神真人，竟被一群阴魂指着鼻子骂得狗血淋头，这杆邪门至极的幡，我恨不得当场毁了。李凡道友，如何？现在相信吕某之前所言非许了吧？这便是我们黄泉宗，不知道道友考虑的如何？愿不愿意加入？多谢宗主抬爱，我愿意拜入黄泉宗门下。那从今日起，我们便是同门了。宗主，这欢鹏城可比白海谷还气派啊！你们不觉得欢城城跟四周的草原风格不同吗？为何要一样？我等都是中原人，当然喜欢中原的样式。我们黄泉宗迟早就是天下第6大门派。看来宗主此行收获颇丰啊！诸位，这位是我黄泉宗的太上长老，也是我的师祖。本座曲衡，如今黄泉宗出力，还需诸位齐心协力。这是见面之礼，请诸位笑纳。多谢太上长老赐药。俘虏2位兄长，你们专心研究机关术玉诀。长兄李凡，这能引天雷的金竹笋交予你们，希望能尽快培育出竹林。李凡这小子天赋不凡，为何不直接收为弟子？真正的宗门需要为弟子准备好每一个阶段修行功法。我自己在气海境时用的都是慈心寺的秘法，这可不能随便外传。我总不能收了李凡，然后什么也不教。我赤炼圣教也有加快气海壮大的秘术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种杀人练功的秘术根本不能教。倒也是这个道理。
对了，你斗府胜了蜃楼派，那紫妍老道没有为难你吧？自然是有，但清河剑派的王道长在，他也不敢真与我动手。不能总是靠清河剑派撑腰，我们黄泉宗总要有自己的本事。这次便好好修炼，先将你的神通修炼完满。这次我与灵光仙斗法，有了意外的收获。天生灵智的妖怪，我活了这么久也不曾听闻过。你这小子当真是气运所重，怎么跟人打个架还能有这种收获？那归墟之中一定有秘密，将这灵光仙带回来，不仅能增我黄泉宗的实力，还能得到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师祖，我说的可不是归墟，而是从神楼派救出灵光仙。我已经将蛇毒送给灵光仙，应该能在梦中相见。只是如何救人，我如今没有什么办法。既然灵光仙愿意放弃肉身，那随时可以遁出神楼派，我们只需要找个合适的时机接应即可。若是灵光仙一人，倒是可以用这种方法，但还有其他神妖炼制而成的圣珠，这些法宝多半是在神楼派那些精英弟子手上，想收回来带出来就不容易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那灵光仙以生妖一族为先，还高于自己的性命？恐怕正是如此。哼，怎么到处都是这种圣人？怪不得这年头魔头日子难过呢。这不正好吗？都希望这世上圣人多一些，魔头少一些。我们对蜃楼派知之甚少，还是先打听清楚具体情况。此事我来处理。你如今该做的是去闭关。作为黄泉宗宗主，你的修为才是重中之重。那徒孙便谨遵师祖之命，黄泉宗一切都仰债你这位太上长老了。黄泉宗的宗主，你也是妖怪吗？小姑娘不要乱说，本座才不是什么妖怪，我也不是黄泉宗宗主，我是专门来救你出苦海。我不是小姑娘，身妖也没有雌雄之分。但你很快需要一个人族的形象，因为你与你们身妖一族都要加入黄泉宗。侍奉宗主，适应你们的新身份，不能总以一团烟雾示人。黄泉宗宗主的师祖，你承诺的事情还没完成呢。这并不是什么难事，蜃楼派如今肯定是为了幻术外传，要对我黄泉宗出手，但他们不知道究竟是哪里泄露了他们的宗门秘术。是小七。不错，是你的族人，但他们不知道，如果让玄楼派的人知道，他们还敢使用那几枚生出灵智的玄珠吗？他们会毁了我的族人。所以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，然后想办法说服他们，将圣珠全部收回。我来说服蜃楼派的人。不错，与其等我们破开蜃楼派来救你，为何不自己努力一下？不，黄泉宗的宗主答应我，你们会想办法拯救神妖一族，不是用这么冒险的办法。冒险不冒险，完全在于你。用你所掌握的秘密来欺骗、威胁，让他们将不敢再用的山珠送到你手上，这不是什么难事。我将族人都收回之后，然后呢？那就是我们黄泉宗的事了。我们会制造一丝机会，让你与神魂之身逃离。我们会接应你们回到黄泉宗。你要如何保证？7月14是黄泉宗开宗立派的仪式，蜃楼派如果想找我们的麻烦，一定会选这天。你就趁这个机会离开，黄泉宗自然会有人来接应你。至于保证，你只能自行判断。黄泉宗宗主在擂台上让小七施展幻术，他是故意暴露小七的行踪，然后逼我用这种办法自救。我那徒孙不屑于用这种小手段来算计你，他除令事件之外，也没别的办法可以隔绝场外人的感应与你商议。那蛇毒的效果还有多久？我还能像这样睡多久？想睡多久都可以，我这就将梦境恢复正常。不用了，这样就很好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我都是佛门之人，何必苦苦相逼？师兄啊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你是用整个涅槃宗为你挡下张琪的那一剑吧？如今的你还有几分力气？许恒，你真要与我鱼死网破？当初在白海谷，师兄对我出手也不曾留情啊。若非我早有准备，早就被你抓到涅槃宗。如今你我情势逆转，又何必做那小人姿态？不如坦荡一些。好，那我便在凌天佛国中恭候大驾。我倒要看看你这惜命的魔头敢不敢亲身犯险。哼，金明，你不用在这色厉内荏，我此行不为杀你，
只为灵天佛国内那尊传说中的佛陀。若是这里灵天佛国的门户真如探囊取物般容易寻得，你以为正道武门那群伪君子会等到今日？正道武门与我不同，与你涅槃宗的因果牵扯远没有这般深厚，卜算推演也绝无可能像我这般精准。彼此，我早就知道你会那神鬼莫测的卜算之术，我又岂会毫无防备？你这话不觉得自相矛盾吗？你但凡有半点像样的防备，又岂会被我先前布下的连环计谋一步步逼到如今半死不活的境地？是啊，可是你为何停下了卜算？灵天佛国的入口，你还没能完全锁定吧？舌战莲的神通，好手段，看来你还留有余力。我有10000个可能只是虚张声势，但你也不敢冒这点风险，你终究只是个魔头，自私自利的魔头。就算如今我打开灵天佛国的门，你也不敢进来。就算非要进来一探，你心都不稳，真有把握全身而退？但我可以将这个入口送给正道武门，你觉得他们想不想出俄勿近呢？终究是回到我们最熟悉的谈判阶段。师弟呀，你想要何物？我要你的7宝罗伞、百劫袈裟，还有涅槃宗所有留下来的舍利子。你应该知道，你这种狮子大开口没有任何意义。这已经是我仅剩的一切，全给你了，还不如直接抹不得来的爽快。我只能将7宝罗伞给你。少一件，明天正道武门就会收到灵天佛国的精确坐标。1件，舍利子送你了。2件，拿去，便宜你这贪婪的魔头。出来！蛇化为蛟，成为赤脸龙佛了。可惜还差不少，河道的境界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突破。不过如今的我已有接瘴气1剑的底气，守护黄泉宗足够了。折磨不是目的，换你回头，才是地狱刑罚的真谛。地狱未必皆可破，幽魂未必皆可渡。既不可渡，那便永世沉沦。18层地狱已成，恭喜道友修得正果，轮回之力遍布人间，善恶有报，秩序井然，天下之恶尽收，天下至善都能长生久世。恭喜道友，此番大功德足以传名于天地，受万世称颂。18层地狱已成，便算功德文满。修行若如此轻松，坐在地宫里，岂不人人成仙？轮回一历，便能善恶有报。若真如此，世间何来苦难？地狱为何不困？世上并无十全十美之法。若满足于此，此生再无寸进。世间玄妙无数，哪有尽头？便称之为忧患地狱好了。无需多礼。这片金竹林能生长得这么好，你是下了苦功了。多得宗主提携，自然要尽心尽力。为何不在此布阵，省些麻烦？未经宗主允许，我不敢调用地脉灵气。况且丰都城木灵之气玄妙，阵法稍有偏差，或许会毁了这片竹林。无妨，我请你入黄泉宗，就把竹林交给你，自然信得过你。只要不影响护山大阵，你可自行布阵。
往后竹林会越来越大，你一个人管不过来。宗主，黄泉道宫中有一株变异菩提树，若您允许，能不能也让我养护？这血菩提树已经种出来了，此地阵法之事便交于你了。待布置妥当后，你再去瞧瞧那血蹄图。是，多谢宗主。这些怪虫除了躯壳坚硬，可还有其他用处？回宗主，除了其甲壳异常坚固外，妥善存放起来吧。看来这机关术也不容易学啊。宗主出关了，看您神采奕奕，定是修为大进，可喜可贺啊！行了，老吕，少来这套虚的。这机关术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？宗主，图谱里的符文法阵倒是简单明了，可傀儡结构写得太简略，我俩琢磨这些时日，也只能造出这种能动几下，连路都走不稳的玩意儿。机关术也是博大精深的一门啊。宗主手艺不精，恐怕耽误宗门大事，还请宗主恕罪。此事不怪你们，就算我亲自上手，也不可能短时间变成机关术大师。这东西确实要慢工出细活。试试这个，宗主，这不像是傀儡啊，倒更像一辆4轮的小车。差不多，2足不稳就先换4轮，4轮总比2足稳吧。先别管好不好看，试试看能不能稳定动起来。宗主，这东西倒是不衰了，可有什么用？谁说傀儡非要2条腿？东城道路平坦，又不用爬楼梯，何必执着2条腿？但这样子着实丑了点儿。人形结构太复杂，关节越多误差越大。手臂不过是端茶取物，何必做出5根手指？换成一对夹子，简单实用，也更好制作。宗主，开宗大典毕竟是大事，5大门都会来观礼，搬出这种笨拙傀儡，会不会让旁人少去黄泉宗？工具而已，能用就行。陈施主可还记得那日在落雁镇走脱的魔头？是那个秋神仙，有消息了。贫僧怀疑，那秋神仙又回到了落雁镇藏身。他还敢回落雁镇，玩最危险处最安全那套。阿弥陀佛，这招看来确实有用，只是那魔头藏得严密，贫僧在落雁镇寻了数日，仍无踪影，只得来请施主补助。听闻施主也懂卜算，你我又与秋水仙瓜葛极深，或许能算出他所在。好，斩妖除魔，义不容辞。多谢施主出手相助。此乃黄泉宗应尽之意。阿弥陀佛，师父曾说施主非池中之物，日后必名扬四海。只是他老人家恐怕也没料到，施主转眼已入通玄，又成了一宗之主。方圆大师近来可有闲暇？黄泉宗将办开宗大典，能否请大师莅临观礼？阿弥陀佛，恐怕师父难以抽身。南方诸岛近来又有魔宗，方丈不能清离寺院，只能由师父亲自处置。近来世道总不安宁，这些魔头究竟从何处冒出来？怎么杀也杀不尽。张真人前些时日在北疆为救苍生斩出一剑，虽诛强敌，却也缩短了留在人间的时日。那些潜藏魔头感到时机相至，便开始蠢蠢欲动。不是还有焚香门陆掌门吗？张真人飞升后，理应由他接替镇压魔门。大师为何认定张真人一走，正道便会群龙无首？阿弥陀佛，贫僧接下来所言或有不敬，还望我佛恕罪。张真人威震天下，是因他斩妖除魔，从不计个人得失，只念天下苍生。可陆掌门心中，焚香门传承与利益，恐怕才在首位。而且贫僧曾听师父提过一桩秘辛，焚香门内镇压的无救魔尊，似乎将要复苏。若他真复苏，焚香门未必守得住封印，更无力他顾。无救魔尊不是神魂都碎了吗？这要如何复苏？无救魔尊虽神魂破碎，但肉身千年不腐，生机与魔力依旧磅礴。待新的无救魔尊苏醒，仅凭如今的焚香门，恐怕压不住了。这世上难道只有一个继承上古魔门的尊主？暗处还藏着几个反虚，几个化神，谁说得准？我这通玄修为还是太低，得尽快解秋水仙回去闭关。大师，
您是如何在落雁镇发现秋水仙踪迹的？贫僧也无十足把握。当初秋孙山伪装成青楼老鸨，事发后仓皇出逃，那座青楼也受牵连，荒废了很久。贫僧此次就地重游，发现那座废弃青楼竟重新修缮开张，查下来却发现青楼换了新东家，经营模式也大变。楼内号称爹是卖艺不卖身的清吉人。哦，若真是如此，那岂不是一件好事？阿弥陀佛，若真如此，自然是功德一件。只是人世间少有这般轻易便成就的善举，凡俗之人大多重利轻义，卖艺不卖身，很多都是剥开刀噱头罢了。要让一整座青楼所有女子都坚守此道，还要维持经营。据贫僧观察，这家新开的青楼市甚至比竟是秋水仙经营时还要红火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贫僧便觉得其中定有蹊跷。只是贫僧身份不便，实在不宜深入青楼查查，亦未曾抓住任何实质性的线索，故而只好求助于陈施主，望施主能出手相助，查明真相。那秋水仙似乎当真就藏匿在这落雁镇之中。阿弥陀佛，幸好师傅神机妙算，否则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将这魔头找到。大师放心，这次定能斩妖除魔，永绝后患。